大家好，这里是松说新语啊。过去一个多月啊，我们读了很多论文啊，大多数都是走马观花，只看 intro 啊和 conclusion， 只看是记还是导。今天啊，我发现一篇非常全面的论文，就是北大物理学院王健教授团队发到 arXiv 上的论文。这实际上是对8月18号的一份论文的修订版啊，算是 V2 啊。那我比较了 V2 两个版本。的结论啊，除了个别的引用有修改啊，其他的一个字没改，我感觉啊，怎么比较两个 PDF 文件的差异呢？有专门的软件，对吧？当然你可以像我这样啊，你看我是怎么改的？你看，把这两个放到相同的比例，你就来回切换，你会发现只有个别的空格和这个横线啊，这个短横线啊有变化，其他的呢一个字也没改啊，所以。开玩笑啊，那这个论文还是比较规范。那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一轮这个 LK99 的复现的这个热潮啊，它是一个教科书级的论文啊。我们今天就精读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这是论文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V2 的版本，这是新版本的啊，就是刚刚发表的。那论文的这个前言是这样的，就是在寻找在室温下表现出超导材料，长期以来呢，一直是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最终目标之一。最近啊，铜取代铅磷灰石，就是 LK99 被声称具有室温超导特性。那采用类似的办法啊，我们制备了类似于 LK99 的样品，并证实了一些小样品在室温下磁铁的影响下的这种半悬浮行为。那为了检查样品的磁性啊，我们对合成的LK99 样品啊，包括悬浮或者半悬浮呢，进行了系统的磁化测量。那磁化强度测量啊，显示半悬浮和非悬浮样品中的软铁磁和反磁的信号呢是共存的。对于生成 LK99 类样品的这个电的输运测量呢，显示出绝缘行为啊，它的特征呢是电阻力随着温度的增加而降低啊，温度的降低而增加啊，这是前言。我忘了介绍这个论文的这个作者背景了啊。这是前面是这篇论文的作者，根据这篇论文的作者的学术背景啊，它主要是物理学和材料学领域。那通讯作者王健，就是最后边这位呢，他的背景呢是北京大学物理教授，那么主要从事凝聚态研究，他是长江学者啊，北大的特聘教授。那第一作者呢叫王平原啊，包括后边这几位呢，他们都是北大的物理学院的，应该是在读的研究生或者博士生。那参与的单位呢，包括北京大学国际量子材料中心和中科院合肥国家实验室啊，这是作者背景。我们先看这个实验步骤啊，这个论文中这个 material and methods 啊，它部分呢关于样品合成的主要步骤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呢，就是制备这个氧化硫酸铅前体啊，把这个硫酸铅和氧化铅1:1比例混合，研磨，然后在空气中呢加热24小时，得到了这个氧化硫酸铅。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制备磷化亚铜的前体，把铜和红磷以3:1比例混合研磨，然后真空封管石英管加热48小时，得到磷化亚铜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把这个氧化硫酸铅啊和这个磷化亚铜呢以1:1比例混合研磨，真空封管加热到925度 C 保温10个小时。第四步啊，就冷却到10分之后啊，得到了这个铅10 X 铜6磷酸6氧这么一个和硫化亚铜组成的这么个样品，就是 LK99。将样品呢压制成柱状薄片，再研磨成小块，用磁铁呢测试悬浮性能。然后第六步呢，就是对没有悬浮的小块样品呢进行 XRD EDS 的这个检测有没有悬浮的都测。第七步呢，就是在量子设计物性测量系统中呢测试样品磁性和这个电子传输性质。总结起来呢，主要就是3步先合成2种前体，然后混合反应得到 LK99 类的样品，最后进行各种的标准实验。那根据这个
论文中的这个他实验这个 material methods 部分啊，作者一共合成了应该是4类的 LK99类的样品，并对这4个样品呢都进行了测试。具体来说呢，就是作者呢把它那个 LK99材料啊压制成柱状薄片以后呢，研磨成小块，然后在这些小块样品中啊，选择了2个出现半悬浮的样品，标记为 S2 和 S3， 记住了。同时呢，也选择了2个不会悬浮的样品，标记为 S1 和 S4。那么作者呢，共合成并测试了这4个样品，S1 和 S4 它没有半悬浮， S2 和 S3 它有半悬浮。那论文呢，就对这4个样品进行了结构表征啊和磁电的各种测试。那测试结果发现，所有的样品呢都呈现绝缘性和铁磁性，没有超导证据。那我们看看实验图像吧，这个文字太枯燥，读论文啊，咱们先看图。实际上这个图呢和第一个版本呢区别也不大那这个图，这是 Figure 1第一个图，它是论文中XRD 测试结果的显示的这个图，我们略微放大点可以看到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信息这个黑色的曲线，黑色的就是样品的 XRD 曲线，红色的曲线呢是LK99的标准 XRD 曲线，那蓝色的曲线呢是硫化亚铜的标准的 XRD 曲线，那绿色曲线最上边那个是铜的标准的 XRD 曲线那么样品中XRD 曲线的主要峰值可以看出样品和这个标准的那个它那个标准曲线是重合的那么样品曲线中的其他的一些峰呢和这个硫化亚铜或者铜的一些点呢是重合的这就表明这个样品主项就是LK99和这个杂项硫酸亚铜以及铜组成那么 LK99的主要的衍射峰的强度很高高那个说明它的样品中的含量是主要的，而硫化亚铜和铜的衍射峰的强度比较小，说明它的含量比较少，它是杂项那么没有检测到的其他明显的这个杂项的衍射峰，所以这个图就说明什么呢XRD 测试结果表明样品它是主项就是 LK99和少量的硫化亚铜和铜杂项组成，和 LK 他们引用的第一篇论文 LK 它的论文结果是吻合的。那这个图像就确认了这个样品的组成和结构是吧，就是我们研究的就是这个玩意儿那么他们做成了第二个图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图呢是五颜六色的这个图稍微缩小点看看这个图包含样品 S1 的光学图像这个就是 A 是光学图像，就是简单说就是一张照片黑乎乎的和 EDS 元素的映射图，就是 B 到 F 都是 Simple One 它的元素映射图。那么具体来说呢 A 嘛就是裸照光学照片显示这个样品的外观， B 到 F 呢就是 S1 的 EDS 的元素分布衍射图，分别对应呢你看 B 图呢就是铅这个颜色的铅，那么 C 图呢是磷，D 图呢是铜E 图呢是氧，F 图呢是硫那么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些映射图我们看到就是铅和磷它的分布近似于是互补的，那么铜和铅也是基本互补，这就表示铅和磷主要存在于这个 LK99 的项中，而铜呢主要存在于硫化亚铜的杂项中。那么硫的分布它跟铜基本重合那么铜和硫呢主要是存在于硫化亚铜的这个杂项中。那氧呢可以看到这个 E 这个氧呢它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整个样品内，它没有那种成团的局促的现象。那这不同元素的分布它是不均匀的这就说明样品组成其实也是不均匀的那铜呢就存在于样品的这个裂缝处从这个图上就 Figure 2上我们这个 EDS 元素影射直接就观察了样品的组成和结构信息与这个 XRD这个结果一致，
它就验证了样品的不均匀性和多项特性，就是 LK99啊，它就是这么一个多项的东西啊。我们再看第三个图，第三个图就比较复杂了，都是曲线了，数据曲线。那 Figure 3呢，展示了样品 S1 它的磁化和电传输测试结果，主要有以下信息。那么 AB 图啊，上面这两个图呢，表示电阻力随温度的变化曲线，它表明了 S1 这个样品呢，它具有绝缘性。那么随着温度降低，电阻呢增大，看到了吗？温度降低是不是电阻增大？那 CD 我们稍微放大一下，这是 C 和 D。CD 呢，它是磁化率磁场的曲线。一会儿我们再讲呢，它在低温和室温下呢，都出现了饱和的磁化，表明存在呢铁磁性。再往下看 E 和 F 呢 ，E 呢是MH 曲线中呢存在延迟回线，直接证明了铁磁性的长程的秩序。那 F 呢表示 CFC 和 FC 曲线它的这个分歧啊到400K， 意味着铁磁性子序温度啊高于400K。那我们把图再缩小一点，那从上面也可以看到了这个图表3 Figure 3呢，它就表明样品 S1 同时存在绝缘性和室温铁磁性，没有观察到超导特征，和论文结果一致。那它这个其实主要结果还很细的，比如数据上从绝缘性来说呢，它的近带的宽度啊大概是 228.49 兆电子伏特，那么它的饱和磁化强度啊是 0.6 乘10的负2次方电磁单位每克，大概 300K 的时候啊，那么铁磁性的长程顺序温度啊是高于 400K， 那么无超导现象这就是Figure 3就是图表3的这么一个说明。具体来说呀，这个我们 C 就这个图像其实很有意思，它就是原始的磁化力和磁场的曲线。横轴啊，横的这个轴，你看像竖轴一样连在中间，这个横轴表示施加的外磁场的大小，就是外边那块磁铁，单位呢是欧意，就是奥斯特。纵轴啊表示材料的磁化强度它的单位呢是艾米单位每克或者是电磁单位每克，就是 EMU 克。那么这两个曲线呢有什么区别啊？那么 D 实际上是经过背景的线性拟合减去背景后的 MH 曲线。这个横轴呢也是外磁场大小，那么纵轴呢也是这个磁化强度那么这两个曲线都是表示材料在不同的磁场下的磁化率的变化情况都是典型的这种磁化率和磁场的 MH 的曲线。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你看正的值表示磁场方向呢是朝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定义成正方向。那负的值呢就表示磁场方向朝相反的方向就是负方向。那么横轴呢它从正值域变到负值域，表示磁场呢从正方向变到负方向，就是在转。那么这种从正到负的磁场扫描方式可以更全面更直观的测试材料的这个磁性响应。前面我们聊这个 C 和 D 就这两张图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一个叫饱和磁化 saturation magnetization 它就是描述这个磁性材料的一个重要参数。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当外加磁场继续增加的时候呢，磁性材料的磁化强度不再显著增大，达到一个饱和值，这个值就是饱和磁化强度。比如具体来说吧，从零磁场开始，随着外加磁场的增加样品的磁化强度也开始增大，对吧？当磁场经通的增大到一定值后呢，磁化强度呢就达到了幅值的极限，再增大磁场，它不能明显改变这个磁化强度，这个幅值极限就是饱和磁化强度。它反映了样品本身的最大磁化能力。所以不同这个磁性材料它的饱和磁化强度值是不同的，它是区分磁性的一个重要参数。那在这个磁化率和磁场曲线上饱和磁化那个点它对应的磁化强度这个相对这个变化是很小的。所以这个饱和磁化是材料磁化响应的一个极限值，它反映了这个样品本身的固有的磁化特性，
它通常啊，在高磁场区是比较明显的。那看完这个图啊，我们就想聊一聊大家关心的抗磁性这一点啊。那根据这篇论文啊，他们合成的 LK99样品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磁性。那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磁化测量检测到了软铁磁信号和这个线性的抗磁背景。那半悬浮样品啊，它的饱和磁化强度明显大于非悬浮样品，所以软铁磁呢，它起了主要作用。另外呢，再就是没有观察到超导特征，像麦斯纳效应啊，这个电阻率这个急剧变化等等。再一个呢，就是检测到的抗磁背景很小，还与杂质抗磁响应相当。另外呢，论文作者呢还分析了半悬浮啊是软铁磁效应而非抗磁效应造成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实验数据和分析都没有显示 LK99啊有明显的抗磁性。就可以看出啊，在这个实验里边，北大实验 LK99的样品没有展现出突出的抗磁性，反而是软铁磁性和绝缘性更明显，这就和之前宣称的强的抗磁性相矛盾。总体来说呀，这篇论文是没有观察到 LK99的那种所谓的抗磁效应的这就是我们读这篇论文比较感兴趣的。我其实一直想搞懂老金同志说的那个 LK99它的抗磁性是石墨的5000多倍，是怎么来的？今天呢，我们看这个情况，了解了一下，你对比常温下呀，热解石墨和这个图3我们就是刚才看的这个图，所表示的磁化强度大小经过比较，我发现热解石墨的磁化强度数值会更大，比 LK99还大，比他们合成的石墨比的还大。你们看了我的分析这个热解石墨是典型的这个强抗磁性材料，对吧？它抗磁性是很强的。而这个图3的这个 C 和 D 呢，那么它就是样品在300K 时饱和磁化强度呢是刚才说过是 0.6 乘10的-2次方电磁单位每克，而热解石墨它的室温下的饱和磁化强度是负的 0.35 乘10的-3次方电磁单位每克，它是负的那么热解石墨的磁化强度负值是更大，它对应这么更强的这个抗磁性，所以数值大小呢也大于这个图上样品的这个正的磁化强度。所以在常温常压下，热解石墨的抗磁性明显是强于这个 S1 的这个样品的，所以它的负磁化值更大，也就反映了它更大的这个抗磁性，对吧？所以呢，和图3这个样品比热解石墨的磁化强度数更高。所以你看，我们各家的复现结果和老金说的都不一样，因为老金在每次的公开采访的时候都说 LK99的抗磁性是石墨的5000多倍，现在大家合成的样品就包括这个比石墨的抗磁性还低，所以这根本就是两种东西，您觉得呢？所以呢，要不就是老金同志把抗磁性搞错了，计算错了这可能吗？你们说，关键是高5000多倍那是直觉都能感受到的，所以这里边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存在。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是别的样本的 S2、S3 的，他们不是有4个样品吗？看这个supplementary materials 这个备选的这个其他的图片里边这个测试就 EDS 成分分析。具体来看呢，这个图呢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图呢是 S1 样品的 EDS 成分统计这个就更清楚了。你看图中可以看到 S1 包括什么呢？氧、磷、铜、铅，对吧？看 S2， 那么 S2 是下边这个图这是 symbol 2是吧？这是 S2对，这是 S2 里边你看也是吧？氧、磷、铜、铅，这和论文中的样品组成的那个铅石、X 铜、X 磷酸6氧和硫化亚铜的结果是一致的。从 EDS 的这个量子百分比可以看出铅和磷它的原子百分比接近 LK99 那个理论组成比。铜的含量呢比较低，相当于杂质。
硫来源于硫化亚铜，氧的含量呢比较高啊，符合这个氧化物的构成。所以啊，作者呢就认为半悬浮行为呢是由样品中的铁磁性导致的，而不是抗磁性。简单来说，这篇论文呢，它就是讲了 LK99 类的样品的合成结构和磁性、电子传输性质研究，发现了铁磁性和绝缘性，没有观察到超导现象。主要结论呢就是半悬浮行为来源于室温的铁磁性而为超导性。哎呀，所以啊，样品中啊这个硫的来源啊，可能只能是来自于硫酸铅的那个硫酸根了。因为原材料里边不是用了硫酸铅嘛，硫酸铅肯定是带有硫元素的，它在固相反应的时候啊，部分硫酸铅可能没有完全反应下来，就残留下来了。那残留的硫酸铅可能与铜反应生成了硫化亚铜的杂项，所以呢，真可爱呆他们不用硫酸根的那个原材料，也合成了相关性质的 LK99。不知道最终啊，它这个 EDS 测试结果怎么样？原材料我不知道它纯度是不是够高，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呢也能实现东南大学那个电阻率测试的效果，那这就说明呢，并不像中科院物理所那个论文里说的，电阻率变化是由硫化亚铜引起作用的。所以呢，在刚才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Figure S1， 就是 S1 和 S2 样本的 EDS 结果呢，就进一步验证了这个样品中存在LK99 的主项和硫化亚铜的杂项，和论文结果相符。这就是前后一致的东西。所以这篇论文啊，我们最后看一下总结吧。实际上是论文的 V1 V2 是相同的啊。这是 conclusion 引用，这是总结。你看，综上所述呢，我们采用固态的烧结法啊，合成了 LK99 类样品，并在室温下观察到了这个在磁体磁场下的这个半悬浮现象。通过 XRD 和 EDS 技术呢，对样品的结构和成分进行了表征。那么结果表明啊，我们的样品是由不均匀的铅石、X 铜、磷酸6氧以及元素铜和硫的硫化物组成。不同 LK99 样品的不均匀分布可能导致之前报道的不同的这个导电行为啊。那么我们样品中的这个电导率测试揭示了带息约为200这个兆电子伏特的这个带的绝缘行为。此外呢，磁化强度测量呢显示线性反磁背景就是叠加了明显的铁磁性，并且呢，即使在400K 的温度下，铁磁的这个磁质回线也保持不变。那我们分析表明啊，半磁悬浮行为是由于样品在室温下的铁磁性所致。在我们的样品中呢，没有检查到超导信号，比如麦斯拉效应或者零电阻。那我们的这个系统研究揭示了铁磁性和约200兆电子伏特的绝缘间隙，表明 LK99 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铁磁绝缘体或者 semiconductor 半导体。啥意思啊？最后一句翻译一下就是，抱歉各位，我们发现了一个实验路线啊，我们的这个实验路线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一种材料，什么呢？室温铁磁绝缘体或者半导体。那实际上啊，这个在韩国的专利里边吧已经说明了。那么在我们过去一期这个老金同志啊回应中科院物理所的那个论文里边，就那张图，他在图上曾写明啊 ，LK99 呢，它是具有半导体和超导体的两项的混在一起的。所以即使LK99 不是室温超导体，那也是室温铁磁绝缘体半导体。那室温铁磁半导体的价值远远高于我们普通人的想象，那要大得多。难点呢，你就是怎么顺利的分离开这个抗磁和铁磁。如果能成功分离那就相当于你研发伟哥那个副作用派上用场了，那是一场相当大的市场。
你想想，半导体啊，这个行业将迎来一次非常大的革新。这就是我们对于北大的这篇论文的 V2 的一个精读啊。这篇论文呢，我也通过这篇论文啊，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很多东西还是不太明白，因为大多数翻译呢是机器翻译，然后我自己修改的。总体来说呢，还是受益颇深啊。这个 LK99 啊，大有可为。如果让我给他题词的话，大有可为。好吧，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